Hello， 大家好，小军，现在在广东的顺德。今天呢，我们有2个任务啊。第一个呢，就是品尝一下顺德的传统美食啊，所谓吃在顺德。第二个任务呢，就是我们下午呢要去探访一个全亚洲最大的洗碗机工厂啊。那我身后呢，就是我的偶像啊，谢霆锋亲自推荐的餐厅猪肉婆。废话不说，咱们进去尝一尝。哇，欢迎光临！谢谢。 私房猪腩128一份，挺肥的。你们吃过那种粉蒸肉吗？跟那个粉蒸肉那个肉的味道很像。来尝一下这个虾，论斤的，1斤100多块钱好像。它这个虾做的还蛮不错的，就是很方便吃了，不需要用酱什么。微微的甜，果然是 TOP 1的美食。这个虾真的是最好吃的，我觉得。来广东当然要饮茶了，他们的菜有点甜，有点腻，所以说都要配着茶喝。 这个是冬瓜汤，这个挺不错，就是那种入口即化、软糯糯的，就是我很服气广东人的熬汤。以前我在广东的时候，我们的房东熬汤熬一下午，各种各样汤啊，很多花样。反正在我们河南是不存在这样的事情的。柚子皮啊，我第一次吃柚子皮，形容不好这个味道，很软，尝不出来是柚子的味道。我没有想到有一天被大家扔了柚子皮还能做成菜。 我们待会吃完饭呢，带大家去看一看全亚洲最大的洗碗机工厂。哎，为什么全亚洲最大的洗碗厂在这边呢？你们看他们的菜就知道了，全是碗装的，一个碗一个碗。哇，这个洗起碗来，我的天呐，要命啊！来，弹幕互动一下，有人会喜欢洗碗吗？ 好了，现在呢，我就来到了全亚洲最大的洗碗机工厂美的，我们进去参观一下。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整个的那作业环境，我们人工其实是非常少的，一般的只有不到10个人左右。通过5G 的那个应用技术，把我们所有整个设备运行的状态实时传输给我们的后台，然后我们通过这个信息来判定我们设备的运行状态与它的健康度。5G 是为了更快，还是说有什么别的原因啊？它的稳定、快、延迟低。以前我们是4G 有线，4G， 然后带电线这种，就是那个网线。网线，对对对。然后后来呢，这种成本非常高，然后我们后来就变成那种4G 无线，通过整个无线覆盖的那种方式，稳定性呢就不是那么高，因为尤其是属于这种作业环境啊，包括机械手这种信号的干扰，它的稳定性非常差。然后我们利用这种5G 的这种方式的话呢，它的信号稳定变得非常高，产出也在增加，人员也在减少。相对以前我们人数整体下降将近60%。60%，我看数据非常非常细致。这一块呢就相当于是精确到我们具体工位。这是一个摄像头是吧？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啊，它这里就是通过我们摄像头为牵引我整个机械手去定位的具体位置。用摄像头当成它眼睛这个意思。去打那个螺丝，并且拍照识别我的螺丝是否是正确的去打。同时呢，也去通过我们那个磁感连接取到我螺丝的扭矩，这样通过多方面多维度和数字化结合，来实现我整个的这个品质的稳定性以及效率。图片的那个压缩高清的那种应用非常的占带宽的。这个工序它可能就10秒钟的作业时拍，它可能作业的时间也就只有不到5秒钟，它的传输时间5秒，作业时间5秒，所以它对带宽和延迟的要求非常高的。这个就是那个5G 的，对，这就是我们的5G 的那个网卡，我们是跟联通还有华为一起合作的。在我们的工位的2边都是有我们 ESOP 的作业指导书。以前我们是通过纸质的那种翻页，现在呢我们是通过电子扫码，通过自动识别，前端呢可以看到我们一些关键岗位的 AI 的检测，因为人检测毕竟会有误差，但是 AI 检测不管怎么样它都不会。如果说它有一个动作没做，它可能就漏检了这一块。它的动作，比如说少了一个，是可以识别出来。对，你看到这里啊，那如果是有一个动作没有做，它就会出现标黄。如果说它在复检区没有再做复检的话，这条线就会停在这里。这个太先进了哦！整个的那个机械手都是我们美的内部的那个库卡机械来提供的。机械臂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从19年开始引入。哪个环节是你们觉得在市场当中最难的、最容易出问题的？
我们打水杯的那个岗位，我水杯下面是有密封圈的，扭力多一点点，打弯了它就开始漏水。打弯了漏水。对，就扭力打少了，它也可以漏水。所以我们通过那个机器手来打，我通过那个自动化去控制，减少了我人工的那种误错。来调查一下，你家用洗碗机了吗？用的扣1，不用的扣2。像我们老家农村呢，从来没有见过啊，倒也不是买不起，就是呢没有想过要买。原因呢，据说是因为洗不干净，但谁也不知道，我也没用过。据说中国的碗在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就出现了啊。筷子呢出现比较晚，距今呢也有3000多年了。据说呢是因为有些菜呢比较烫手，抓不了，所以就发明了筷子。不过1万多年都过去了，洗碗这件事呢，很意外的是依然没有什么进步和变化。这么多年了啊，洗碗机呢硬生生就是没人普及啊，也是神奇。那其实早在1929年呢，德国的米勒公司就发明了电动洗碗机了。不过那个时候的洗碗机啊，更像一台工业机器。目前呢，洗碗机在西方的家庭呢，普及率已经达到了50%以上，部分的国家呢，甚至超过了70%，而我国的洗碗机渗透率呢，仅有2%。那老一代呢，都认为碗呢手洗更干净，像衣服一样要拿出来晒，再好的烘干机呢也不行。但其实呢，手洗呢看似干净，实则不然。我们中华预防医学会呢，在2001年呢做了一个检测啊，主要以洗碗的海绵啊、棉布啊、毛巾3大类，其中北京送检的样品呢，共有506块，上海送检了504块。最终数据显示呢，北京地区呢每块洗碗布的细菌总数呢约为1000亿个啊，每平方厘米的洗碗布的细菌呢为17.76亿。上海地区呢每块洗碗布的细菌总量约为5000亿个哇，每平方厘米洗碗布的细菌数量为8.75亿个。那其中像大肠杆菌呐、什么沙门氏菌呐、什么巴的，反正一大堆菌。所以可见啊，洗碗布对于餐具的2次污染问题啊非常严重。但是洗碗机的除菌功能呢就能轻松的搞定，因为洗碗机的水温呢能够达到70度，能够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渣面上面提到的这种10几种细菌啊绰绰有余。但是你手洗想要达这个温度，哇，手都给你烫烂好吗？并且啊，洗碗机呢一般清洗一次碗呢花30分钟，那你清洗一个碗呢可能撑死了就1分钟。除此之外呢，洗碗机呢比手洗能够省下75%的水，按照10年作为使用期限的话，省的水呢足够再买一台洗碗机了。最早呢，国人接触的都是传入国内的海外洗碗机，这些洗碗机呢主要是为清洗西方的餐具，所以存在这种忽视我们中国饮食文化的现象。比如我们喜欢吃这种油大的啊、酱很多的这种盘子，丢到洗碗机里面呢，那是洗不干净的，还有残留，包括一些锅碗瓢盆呢，尺寸的扔去也不合适。加上刚进入国内的时候呢，洗碗机很贵啊，大家也买不起。那目前国内的洗碗机发展到什么地步了呢？我们特别邀请美的他们的博士来给大家讲解一下。这是我们传统的一次性喷闭，这是我们的专利技术万向喷闭。万向喷闭的主要好处是啊，传统的喷闭它只提供了单一方向的旋转，它只能洗上面，但是万向喷闭在垂直方向旋转的基础上，又提供了一个法平面的一个旋转，2个旋转叠加之后，它可以洗多个方向，既洗上又洗下，同时覆盖洗碗机的8个角落，较行业1级标准，我们的洗净率提高了15%左右，就比行业还要再好一点。同时，我们这几年不是新冠嘛，然后大家对消毒的要求也会比较高，我们新推出的一个经验系列里面一个技术叫做换挡排风技术啊，它有几个好处啊，它有一个温湿度传感器，一方面可以检测我们内胆的一个烘干的状态，然后就是智能来匹配我们的加热和一些通风的参数，然后第二方面呢，可以控制排风的一个湿度，然后这样的话，在冬天的时候就不会因为排出湿空气在外界形成像冷凝水之类的风险。我们储存有2个作用，一个是抗菌，另外一个就是减少异味的发生。有一个湿度传感器，它可以实时检测我们的自己自动来，对机内的一个这个不错，168小时长效储存是美的洗碗机首创的一个专利技术啊。那我们还制作了一个测评的视频，来看一看大家最关心的洗碗机能不能洗干净。这2年我们拍伟大制造发现啊，国内的工厂啊都在进行数字化、智能化、互联网化的升级改造啊，为此动辄耗费啊数千万、上亿的投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制造业啊，接下来想要跟全世界竞争，那必须要有更先进的技术。比如说美的诞生于顺德北郊这个小镇，原来啊其实就是生产这种塑料瓶盖的，但是凭借对技术的尊重和积累啊，美的呢目前拥有4座灯塔工厂。灯塔工厂是什么呀？就是指全球最先进的制造的代表。要知道，全国范围内呢，现在只有37家灯塔工厂。幸运的是，现在我们有着全球领先的5G技术、智能机器人，哪怕只是一台简简单单的洗碗机，
底也隐藏着超过3000项专利。美的的出海不光是商业上的成功，更代表了中国人从产品输出上做到了包容和尊重，这也是美的数十年的出海经验的一个必然成果。那就拿洗碗机来说啊，中国出口的每6台洗碗机当中就有1台来自于美的，所以我相信国外的技术封锁和压制是没有办法击垮我们中国制造的。那我们中国人肯定能想尽办法冲出重围，走出属于我们中国人的制造道路。